林雨的抑郁症痊愈的第3年，他任由母亲将一张支票甩到了我的脸上。他的朋友笑着调侃：“那个小画家不是你的开心果吗？之前项链都送了，我们都以为你真要把人娶进门，现在玩腻了，不心疼了。”林雨的声音清冷平淡，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没谁离不开谁，免得他总觉得自己多重要，天天跟我提结婚。我和苏瑶订婚的事，谁都不许告诉他。你难道还怕他知道了会跑？林雨沉默片刻，轻哼：“跑，他不会的。”他语气不耐：“我只是怕他闹起来，搅了我的订婚宴。我知道他的病已痊愈，打电话给朋友，我的国外艺术交流申请，帮我递上去吧。”然而，在我离开之前，林雨的抑郁症却再度复发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画廊外很吵，我往安静的角落躲了躲，朋友震惊的声音这才清晰：“你男朋友会同意吗？”他同不同意已不重要，毕竟林雨已有了另一任未婚妻。那你准备准备，签证下来马上出发。先说好，那可是艺术竞争激烈的地方，压力大起来，可就没精力顾及其他了。我应下他好心的提醒，挂断电话，身旁传来一声嗤笑：“叶小姐，来这儿闲逛吗？这次画展是我办的，可我怎么不记得邀请名单上有你？你是来找我未婚夫的吗？”苏瑶在未婚夫3个字上加重了语气。我陪了林雨5年，一点点陪着他走出黑暗，想尽办法治愈他的抑郁症。在林雨病情最严重时，我心甘情愿戴上项链，成了他的未婚妻，做好了一辈子陪伴他的准备，哪怕他可能再也无法痊愈。而如今，在苏瑶轻蔑的目光中，我仿佛成了无耻的插足者。直到收到不知名信息出门前，我还在担忧林雨会不适应太热闹的场合。我顺着地址来到这里，看见他被围在人群中谈笑风生的模样，听着他冷漠地说出那些话，我的担忧成了自作多情的笑话。他早就痊愈了，也不再时刻需要我的陪伴。我亮出手机上的匿名短信，苏小姐自己往我手机上发了短信：“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你装出这副高傲的样子给谁看？还真以为自己成了林雨的心头好。”苏瑶的神色扭曲，莫名地笑了笑：“那你不如看看，他是在乎你还是在乎我？”肩膀陡然传来一股大力，冰冷的喷泉池水花溅到我的脸上，旁边接着传来落水声，惊呼声此起彼伏。“苏瑶！”这是林雨的声音。接着他迅速跃入水中，苏瑶被小心翼翼地拖上了池边。我站在冷水里，突然不想挣扎，直到被其他人拉出水面。“叶小姐！”有人迟疑地认出了我。林雨抱着苏瑶匆匆离开的脚步一顿，他转身对上我的目光，脸色瞬间白了白。他下意识地放下苏瑶，走向我。“月月！”苏瑶虚弱地捂住胸口。“阿雨！”胸口好闷。“孩子！”林雨立刻转身，抱着苏瑶大步离开，甚至顾不上左腿快步走动时表现出的僵硬怪异，只留下这句话：“阿月，等我回去和你解释。”对上了苏瑶得意的目光，我忽然觉得冷极了。原来他这么有把握的原因是孩子啊，是我再也不会拥有的孩子。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到家，蜷缩在沙发上入睡时，我久违地梦到了那个离开的孩子。那时林雨的病其实已有好转，我陪他外出写生，在路上我们遭遇了一场严重的泥石流。我醒来时才得知自己失去了一个孩子，并且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。而林雨在泥石流发生时，为了护住我，一条腿受了重伤，留下了不可逆转的残疾。
那是我第一次产生离开的念头。林雨以一种决然的方式留住了我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抑郁症发作，最后因为呼吸困难休克时还紧紧地抓着我的手。那时我以为我们真的永远不会分开，而现在我的主动离开对他来说才是解脱吧。眼角的泪被人擦去，林雨把我抱到床上，怎么睡在这儿？着凉了怎么办？梦到什么了？怎么还哭了？我抬眼看窗外，天已经亮了。他的孩子没事吗？什么孩子？没有孩子。他胸口闷只是因为哮喘发作，就算有孩子，和我也没关系。我听着林雨心虚的否认，打断了他的话。我只是随便问问。我的脸色太过平静，林雨的脸色一僵。你生气了？昨晚是意外，我不知道另一个落水的人是你，否则我一定会先救你的。我有些出神，已经分不清他是真的害怕失去我，还是仅仅只是害怕我的哭闹。我有些头疼，不耐地皱了皱眉。我没生气，你不用和我解释。我的冷淡让林雨的话哽了哽，他贴了贴我的脸，神色一变。烧成这样，你自己没感觉到吗？我被他不由分说的架去了医院，如今他已经能从容地和医生交流，能适应一些嘈杂环境，抑郁症也早就不再发作了。林雨来去几趟，拿热水袋暖着输液管，又来回的试图把我冰冷的手捂热。他低着头，眼睛红了一圈，说他错了，说他瞎了眼，怎么会连我都没看见？唯独不提当时为什么带走苏瑶留下我。林雨，你恢复的比我曾经想象的还要好。我看着他口袋里不停震动的手机，突然有些感慨，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林雨敏感道，说的好像你要丢下我离开一样。也许是意识到了什么，他不依不饶的不肯放过这个问题。我不置可否，提醒他手机在响。林雨拿起手机随意看了一眼，本打算立即放下，可看清了信息的内容，他迟疑着犹豫，最终还是没有放下手机。他匆匆抱了抱我，月月，画廊有点事，我要去处理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我靠在床头，维持着林雨离开时的姿势，感受到被捂热的手脚再次变得冰凉，直到夜色笼罩，黑暗吞噬了病房。我眨了眨酸涩的眼睛，林雨，你又丢下我一次。天亮时，我接到电话，没再等林雨，独自离开医院去拿签证。期间一直收到那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信息，照片里林雨满面春风，从包里拿出一盒画笔，林雨熟练地在画室里摆弄颜料。林雨小心翼翼又好奇地摸着苏瑶的肚子。曾经林雨说她不需要孩子，她已经没有精力去照顾和呵护一个脆弱的生命，更不允许我将爱分给第二个人。而现在我漠然地看着屏幕上幸福刺目的照片，将手机递了出去，请帮我打印这几张照片。等我拿到签证回到家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房间里一片漆黑，没有人在。我没有什么意外，开灯进门，房门关上的一瞬间，猛地被人挡开，我惊呼一声，被人死死压进怀里。月月，你去哪里了？林雨胸口剧烈起伏，喘息粗重。我去医院找不到你，回家也找不到你，我找了你一晚上，还以为你走了。他箍着我的力气很重，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。一连串质问后，就仿佛到了极限，呼吸愈发急促困难，说不出话了。我一眼看出林雨的抑郁症又犯了，可他的病不是早就痊愈了吗？我没有像以前那样心疼地抱住他，心急如焚地安抚他，只是平静拿起纸袋，控制着他的呼吸，提醒他，林雨，你冷静一点，月月，别离开我，永远别离开我。恢复呼吸的第一句话，他红着眼睛
迫切地要我回答。我将纸袋里的签证收好，只是笑了笑。最近做噩梦了。行了，手机一直响。画廊有事就回去吧，没有事情比你重要。我不走，你陪着我。林雨打断了我的话，拉着我的手不由分说在床上躺下。他似乎真的很累，不一会就熟睡。我抽回手，拿起他放在床头的手机。苏瑶提醒他不要忘了订婚宴的时间。我盯着那个数字，正是我出国的那天。这样的巧合，也许是命运都想让我们各自放手吧。苏瑶的信息源源不断地发来，抱怨着林雨突然离开，把她一个人留在医院产检，然后把产检报告发给了林雨。那是一个很健康的3个月的女孩。3个月前，我在医院刚刚结束了摘除子宫的手术，林雨和苏瑶有了一个孩子。我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平复着心上的钝痛，翻开只记录林雨一人的画册。5年来，我事无巨细地画着他病情的每一次发作、恶化和好转，每一笔都承载着我的爱意和期待。我一直期待着，或许这本画册画完的那天，林雨会恢复健康。而现在，我的期待成真，只是我没有想过，这本画册会以这样的笔触结束。我将打印出的照片按照时间顺序一一粘贴。落笔：林雨，你说的对，没有谁离开谁会活不下去。订婚宴前一晚，林雨说画廊有事，今晚和明天都回不来。他从画室走出，把准备好的话剧放在柜子里，不放心地嘱咐我，话剧我都准备好了，阿姨这2天不在。他亲吻我的额头，把一枚钻戒套在我的指根处。等我回来，陪你去挑婚纱。我平静地目送他关门离开，开始收拾行李。我的东西不多，我将不能带走的东西扔去了储物间，然后脱下手指上的戒指，放在桌子上。苏瑶的电话这时打来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起。他的声音怨恨：叶清月，你真是好手段，把林雨迷得神魂颠倒，甚至要推迟订婚宴。但是那又如何？林家是不会同意推迟订婚宴的。林雨的妻子只会是我，而明天过后，你就会变成见不得光的小三。直到苏瑶发泄似的说完这些话，我才开口提醒她，生气对孩子不好，注意身体。苏瑶气得吸了一口气，我和我的孩子会好得很，不用你假惺惺。也许是没有得到想要的反应，他又问，你没有其他话要跟我说吗？我勾了勾唇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电话猛地被挂断。去机场的路上，林雨的信息还在不停发来，是设计师给出的婚纱设计图。从前，他对这事并不上心。我拉着他看婚纱时，他也只是顺着我的话说好看。现在他在和别的女人的订婚宴上和我讨论婚纱，这是出于愧疚还是什么其他原因？我已经不想深究。也许是一连发了这么多信息都没有收到回信。登机落座后，林雨直接打了电话过来，他声音小心翼翼：月月，怎么不回我信息？我没回答他的话，平静地开口：林雨，我们分手吧。什么？电话那头传来林雨倏地变调的声音：你在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他的声音尖锐急促。飞机即将起飞，空姐礼貌的提醒声在旁边响起。我不再说话，挂断了电话。地面景物渐渐远去，我的耳边重获宁静。在空姐有些诧异的目光中，我掰断了电话卡，递了出去，笑了笑：这是垃圾，替我扔了吧。林雨看着被挂断的电话，压抑着急促的呼吸，一言不发，转身往外走。他的不安被无限放大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他已经说了，谁都不准把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没人敢不知死活的去叶清月面前搬弄是非。
他那天说的只是玩笑话。他和苏瑶是商业联姻，这个孩子他会交给叶清月抚养，叶清月会是他真正的妻子。明明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为什么他还是会这么不安？苏瑶拦住他的路：“阿宇，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要去哪儿？”女人的声音刺耳无比。林雨下意识将人扶开：“取消，别拦着我。”宴会厅里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这是谁送的贺礼？是画册吗？也太浪漫了吧！周围传来恭维艳羡的声音，几本画册被送了进来，画面上是他和苏瑶，他给苏瑶调颜料作画，他摸着苏瑶的肚子，画面和谐温馨无比。林雨却在霎时之间白了脸，已经意识到了什么，这些东西是谁送来的？画册店的人如是回答道：“是叶小姐提前预定的新婚贺礼。”周围的喧嚣刺耳的响，人群吵嚷的声音仿佛在敲击他的耳膜。被窒息感淹没的瞬间，林雨却挣扎着死死扣住地面，不肯倒下，不能晕，要找到叶清月。他有种强烈的不祥预感，如果现在找不到他，就要永远失去他了。直到在濒死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的本能不是求生，而是叶清月。在我当流浪画家的第4个月，奔波仍未停止。然而，我已经很习惯这样的生活。风雨在我眼前肆虐，我也能泰然自若地坦然面对。流浪画家伙伴小峰将我带回临时住所，脸色仍很难看。你是人，不是钢铁之躯。那种时候，你往前冲能挡住什么？不要命了吗？半个月前，一名伙伴挂着我的名牌，不幸被滚落的山石砸中，抢救无效。他们收到消息，吓得不轻。现在团队还沉浸在有人牺牲草木皆兵的气氛里。我赶紧往屋里躲，认错，我没反应过来。放心，我真不是想死，你们说了好多遍。我知道了，活着才能画更多风景。小峰将我往屋里一推，冲小雨抬了抬下巴，给他处理伤口。说完，外面又传来集合声，他脚步不停，立刻离开了。小雨给我处理伤口，戳了戳我的额头，庆幸道：“也就是你命大，换成其他人早就不知道死多少次了，真是老天保佑。”我嘲笑他到了外面还在迷信。小雨撇了撇嘴：“人家顶级富豪都迷信呢。林家那位少爷，你听说过吧？他在订婚宴现场晕倒了，像是中邪一样，念着要去机场。林家人反手就是一把香灰，认定他是中邪了，把人送到了道观去了。现在人家修起道了，在道像前一跪就是1天。不知在求什么。你看，有钱人都那么迷信，咱们还是要多加敬畏啊。”久违的听到林雨的消息，我有些怔愣，但心里已经一片平静。我白了小雨一眼：“你又编故事？”小雨立即不服气地展示手机上一个微弱的信号：“都是真的。你知道这点信息刷了多久才刷全吗？”他双手合十：“要是真的有普度众生的神，我希望世界和平。”他难得正经，我不再打趣他，老老实实和他一起合起双手，许了一个愿。屋外突然传来几声惊呼：“画家快来！小峰救人受伤了！”我和小雨脸色一变，朝着外面冲去。小峰手臂处横着一道3寸长的伤口，险些伤到动脉。他蹙眉，梗着脖子嘴硬：“小伤而已。”他们叫得我要死了一样。我冷着脸给他冲洗伤口。刚刚是谁教育我珍惜生命？轮到自己就生死随意了是吧？麻药没了，小雨只能拿着针直接给他缝伤口。破天荒的，小峰的声音低了1度，他小声反驳我：“我现在也怕死，是有人不怕死，这个时候来这里冒险，给我们找麻烦。”我拿毛巾给小峰咬着，他一把抓过了我的手，
我以为他要咬我，下意识地绷紧了手臂。他低头，把满头冷汗蹭到我手背上。1.85米的个子，低头屈着，难得示弱的模样。我现在怕死，珍惜生命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于是嗯了一声。你不好奇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他额头贴在我手背上，脸上的肌肉因为疼痛鼓动。我想活着和你表白。我的心跳猛地漏了一拍，热意蔓延到脸上。第一次遇到小峰，他就带着我在崩塌的山体边狂奔了数十米。他一脸冷淡，问我是不是找死。后来他救过我一次又一次，在我眼里，他这个人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破晓的山峰，坚毅又勇敢，像是不停歇的光。而现在，他蹭着我的手心，说想和我在一起。我压制着脸上的热意，偏开头。如果我们都能活着回去的话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颤抖的声音：月月。林雨浑身是泥，粘着草屑和灰尘，狼狈不堪。我愕然，林雨的家庭背景非比寻常，被限制出国。我没想到他会追到这里来。你怎么来了？林雨却保持着异常的怔愣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没有回答我的话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的眼睛红了一圈，眼泪毫无征兆地砸了下来，低语道：月月，这么久了，你总算肯到梦里来看我了。我被他这缅怀死人的语气激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旁边的助理轻咳了一声，提醒道：林总，这不是幻觉，也不是梦，我们得到的消息似乎有误。叶小姐安然无恙，看来是错误的消息传回了国内。林雨是得知我的死讯才过来的，没想到他会专门来给我收尸。我看着他怔愣的样子，耸了耸肩。如你所见，我还没死，你可以回国了。林雨好像这才敢眨眼，努力站直了，走到我面前，像是抱住失而复得的珍宝般的把我拥入怀中，直到触碰到我的身体，他才恢复了语言能力，声音颤抖得厉害。好，我们回国。我从林雨的怀里挣脱出来。小峰皱眉走了过来，我拦住他，示意他先离开。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人。林总，我最近并没有回国的打算，请你不要随意替我做决定。林雨急切地开口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可以不原谅我，可是不能留在这里，跟我回去，我们明天就走。我的声音冷了下来，林雨，你怕死就赶快回去，我没空陪你演你追我赶的戏码，也不想插足你们幸福的一家三口。我甩开他的手，林雨却立即开口：没有，我没有和苏瑶结婚，孩子已经没了，你不用和我解释，我不在乎。我转身走得快，他追在我身后，跛足的狼狈，一览无余。他却无视周围异样的目光，想要抓住我的手。月月，别丢下我！身后的脚步猛地一停，林雨终于撑不住，跪倒在地，脸色由于过度呼吸和窒息而涨红，仿佛失去水的鱼。直到这时，他仍朝着我的方向伸出手，只是这次我没有停下为他调整呼吸，而是干脆地继续往前走。助理扑了上去，连声惊呼，熟练地进行急救。身后的动静渐渐平复。看，没有谁离开谁活不了，这是林雨自己教我的道理。而自从决定离开林雨的那一刻开始，他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关于林雨的过往，我没有瞒着小峰。小峰捏着拳头，闷着头想要去把林雨打一顿，我好笑地拦住他。都过去了。小峰声音闷闷的，别原谅他，我会对你好。我能做的事比他一个有病的残废多多了，让他滚。林雨却没有如他所愿的滚开，而是在营地住下了。不知出于什么目的，他也加入了流浪画家的队伍里。小峰来回搬运画具，他也拖着不利索的腿在营地里来回奔走。
小雨偷偷凑到我的耳边：“那位林总看起来养尊处优，还蛮能吃苦的嘛。今天他搬了10几趟话剧，后来撑不住摔了，医生要去给他包扎，他抬头看不是你，就拒绝了。现在又搬起来了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别让他死在这里。”我头都没抬，提醒小雨不该由我来对他的人生负责。营地外传来一阵喧闹声，接着是一阵骚乱。担架抬了几人进来，有人喘着气说了当时的情况。那位林什么的，好好的，突然站在原地不动了，看着前面喃喃自语：“石头落下来了也不躲，要不是小峰救他，他就等死吧。真他妈邪门！”小峰伤得重，半边身子都被血染透了。他看见我，用另一只手给我擦眼泪：“没事，别皱眉，就是留疤了，你别嫌弃我。”林雨在另一个担架上看见我哭了，想要拉我的手：“月月，谁惹你生气了？我错了，我和苏瑶已经没关系了，你别生气了。”他神经质的喃喃开口解释道。我忍无可忍，后退了一步。谁他妈在乎你和苏瑶之间那点破事？林雨，你有病就去治病，别再连累我周围的人了。林雨被我甩开手，也没有多大反应，只是维持着抓握的姿势，继续喃喃的解释：“别丢下我，我错了。”助理扶住林雨的手，低声解释道：“对不起，叶小姐，林总不是故意的。他这个样子是出现幻觉了。”我下意识地看向林雨，幻觉？他的抑郁症不是早就恢复了吗？助理神情无奈：“您出国那天，林总的抑郁症就又发作了，但他执意不肯去医院，最后我们合力给他打了镇定。他醒来之后，就带着人把苏小姐给押到了手术室引产。”他打开手机，播放一段监控视频里，苏瑶的目光极致惊恐：“阿宇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这是你的孩子啊，他已经成型了。”林雨的神色冷淡，只是漠然地看着苏瑶的挣扎。视频结束，助理心有余悸地继续说：“然后他们都说林总疯了，把他送进了道观里。他日日夜夜忏悔祈求，想要你回到他身边。半个月前，林总接到了你的死讯，千方百计地挣脱了林家的控制，几次精神崩溃之下，出现了幻觉。”我默然片刻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最恨林雨的时候，我想过报复，却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可是他把自己变成这个样子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对他的怜悯早就用完了，更不会因为怜悯而原谅他。林雨朝着幻觉伸出手，然后落空。我看着，最终能分给他的，不过也只有一声不带感情的叹息。我等着林雨自己离开，他的病却好像好了起来，幻觉几乎没再出现过。他也没提离开，他像之前一样沉默地参与到流浪绘画工作里，甚至和周围的当地孩子们打成了一片。失去一只眼睛的孩子看着林雨僵硬的左腿，笨拙地用当地语言问他为什么不哭。林雨摸了摸他的头，沉默过后，因为我们要珍惜当下。也许我们意识不到，曾经某段看似平常的日子，会在某天成为再也回不去的梦寐以求。我没理由再驱逐他，然而他时隔不久就再次满身是泥地躺在担架上。我看着占用医疗资源，让周围的人都围着他转，心里的烦躁无法压抑。林雨，你是不是只会给我们添麻烦？这里不是你演苦情戏的地方。旁边的人提醒我：“阿月，林先生是为了救人才变成这样的。”我正愣了一下，他继续说：“林先生带着阿米尔躲过了泥石流。阿米尔是那个失去眼睛的孩子。”我的手被人轻轻拉住，林雨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阿月，我的病好了，不会添麻烦，你别嫌弃我，好不好？”
我伤得不重，不用止痛药，也不需要用药，我只是想像你一样用话记录美好，没想给你们添麻烦。我抽出手，对上他讨好的目光，神情毫无波澜。不用向我解释，你只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就好了。林雨眼里的那点希冀再次被扑灭，他看着我，好似在不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留住我。可是这个问题连我也给不出答案。我不会再做安抚林雨的药，也不会再只为他一个人而活。关于他的一切，我都不会再在乎了。林雨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被拉去急救，手里紧紧抱着一个被泥浸透的画本。我有些眼熟，助理提醒我，那是您的画册。您不在的时候，林总只有靠这个本子才能冷静下来。只是他从来不敢翻到最后一页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观察着我的神色。他一定好奇我到底是个多么铁石心肠的女人，一直以来才能无动于衷。可惜，我确实已经不会再被林雨打动。于是我只是笑了笑，有些后悔道：早知道应该烧了，这么看怪脏的。不知是否是我的错觉，林雨那张苍白失色的脸彻底失去了血色，惨白如纸，一颗晶莹的眼泪划过，悄无声息。曾经我以为我是他的救赎，可后来发现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。现在林雨想要抓住我当作救命稻草，可惜没了爱以后，我不会再甘心被他困住。这一切都已经错过了。小峰看着远方，百无聊赖地削着铅笔。见我来，他才露出点笑意。回国的机票订好了，咱们8天后回去。小峰有些不爽，没好气道：听到这个消息，这回那个林总反而要抢着回国了吧？然而出乎我们意料的是，林雨说，医生说我的伤不宜奔波，我会留下。阿月，我能和你说2句话吗？林雨从怀里掏出一个平安符，自顾自地想要系在我的手腕上。这是我在玄清观求的，我记得你说过那里许愿很灵，那里的山路太险了，你是不是一个人爬过很多次？我看着他的动作，提醒他哪里不灵，像我曾经求过无数次，希望林雨的病能痊愈，可是他却变成了这副样子。林雨却好像洞悉了我的想法，灵的，你求了，我就好了。现在不是不灵，而是你的愿望里不再有我了，不是吗？他的手受了伤，不再灵活，与那条红绳纠缠，直到额头出了一层薄汗，也没有成功。阿月，那天宴会的话，你听见了对吗？我沉默着没说话，那些话不是真心的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只想和你结婚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开心果。你能让我开心起来，只是因为你是叶清月，那个孩子是意外。后来我只是觉得你会喜欢一个孩子。订婚宴是为了应付林家人，我原本打算第2天回去就和你求婚的。林雨还低着头和那条红绳纠缠，他一股脑地解释着，似乎不是为了求我原谅，只是单纯地说出憋了很久的话。我抬了抬手，那根红绳就从他的手间滑落，掉在地上，就像是他一直努力却无法修复的一切。系不上的，就算你诚心的求来，可是时机已经错过了。就像你的解释，从一开始我就没想听。一滴泪落下，带着灼热的温度，砸在我的手腕。阿月，我该怎么办？林雨抓着我的手，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像很多年前病重时那样不知所措，笨拙地寻求帮助。我抽回手，答案藏在你不敢翻开的最后一页，那还是你教我的道理。林雨，我们都往前走吧。背后传来难以抑制的哭声，我像之前很多次一样没有回头。我和小峰回国后不久就举办了婚礼，婚礼前夕收到了林雨也回国了的消息，
小风如临大敌，要是他敢来打扰我们，这次我揍他，你可没有理由再拦了。但是林宇倒是没空做出什么。林家因为他不计后果的任性，陷入了很大的麻烦中。他分身乏术，直到婚礼那天，林宇都没有出现。只是婚礼结束后，有人在礼堂最后发现了一幅未署名的画。再次得到林宇的消息，是很多年过后，我们在登山赏景时遇到了林宇的助理。林家剥夺了林少的继承权，想把他送去国外。可是林少执意要到这座山上来修行。但是你们放心上山吧，就算碰到了，他也不会打扰你们的。助理轻轻叹了一口气。林少执念难消，幻觉出现得很频繁，早就认不清人了。曾经我在这山路上一步一步祈求林宇痊愈，却没想过有一天林宇会在这座山上执念深重，变得神志不清。山风肃然吹动，空然轻盈，吹动了沿山路上密密麻麻的许愿牌，多的是山风吹不散的执念。而幸好我放下了一切，选择了向前走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